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阿博。那之前我这个木工桌呢，一直是有大坑的。那主要是因为呢，我之前把我的台具和这个木工桌结合到了一起。那自从我买了新的这个大台具以后呢，我就再也用不到那个小台具了。但是呢，那个坑一直还是存在的。那在经过了将近1年的时间以后呢，我终于忍不了了。今天呢，我就要把这个桌面呢换一下。那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呢，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实心的门板。那今天呢，我就要把这块门板转变成我的木工桌的桌面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干活吧。那现在这样呢，就是一个完美的90度。这边呢是6，这边是8，这边呢是10。所以说呢，根据勾股定理，那这个呢就是一个90度的关系。刚才我在用这个削边器开这个槽的时候呢，犯了2个非常弱的错误，不仅把这个槽开砸了，而且呢还带来了很多的危险。
那上面这个边呢，本来应该是跟下面这个边一样的，是一个尖尖的边，但是呢，因为我的失误，把这个边呢搞成了这个样子。那我犯的第一个错误呢，就是在用的时候把这个亚克力的底给它去掉了。那因为我的桌子比较厚，然后我这个刀头呢又不够长，所以说呢，我当时把这个修边机呢放到了最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，还是不够。当时我灵机一动，觉得我把这个底儿去掉就足够了。但是呢，我没有注意到里面的这个螺母，它就突出了这个金属的底框。所以说，当我去修边的时候，这个金属的螺母呢就接触到了我的桌子，当时呢都已经冒烟了，非常的危险，而且呢把这个边儿都毁了。当我犯了第一个错误以后呢，我就换上了这个刀头，想把这个第一个错误呢弥补一下。但是很快呢，我又犯了第二个错误。当时想呢是用这个刀头呢把这个边儿浅浅的修一圈，这样的话呢就能把黑色的边去掉，但同时呢就没有太大的影响。那当我设置好深度以后呢，我就把这个黑色东西扣住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呢还有一个深度的锁，我当时并没有把它锁住。所以说，当我在车的时候，当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使劲不对，向下压了一下，结果呢就导致这个整个刀头呢就下来了。所以说也会导致这个切割呢变得深了很多。那当时呢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用这更深的深度呢把这边过了一遍。所以说呢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效果。那当我把这个木头块放上以后呢，可以看到这一边有一圈像护城河一样的东西，非常的丑。那之前呢，我想过去修复它，但是呢，这样其实并不影响使用。另外呢，也是能够提醒我以后干活的时候一定要再小心一点，千万不能着急。那这两个失误呢，即使把这整个桌面都毁了，其实也是小事儿。更关键的是带来很大的安全的隐患。那如果说切到手或者怎么样，其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干活的话，安全第一。
好了，用了1周的时间，我终于把一块门板变成了一个可以用的木工桌的桌面。那这次呢，主要改造了3个东西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狗洞。那我这个狗洞呢，每一横排和每一竖排都是90度的关系。这样以后呢，我在组装东西的时候，或者我在切木料的时候呢，都可以用这个来作为我的一个参照。然后呢，可以省去很多这个设置的时间。那第2个呢，就是这倒装修边机。那这个东西装在我这桌子上的好处呢，就是我的桌面很大。这样，当我在用这修边机的时候呢，会非常的稳当。另外呢，这个靠山呢，它是有集尘效果的。然后我之后呢，会在下面做一个盒子，也有集尘的效果。这样的话，以后在用的时候就不会像之前一样天女散花一样，就随便做点什么东西，整个人都变成一个黄毛怪了。那第3个呢，就是这木工的桌前。那这个桌前呢，我买了大概都有1年多的时间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装到桌子上。主要呢，也是因为之前太忙了，而且也太懒了。那这个桌前呢，如果是用一些手动工具的话，是特别有用的。那比如说，在我爆木料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用它来固定。然后另外呢，也可以配合桌上的狗洞来固定一些个大件的东西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，就请点赞和关注吧，谢谢。